叶晨没有第一时间把这件事告诉顾秋怡，他与塔瓦纳一起乘坐飞机抵达燕京之后，也没有和塔瓦纳一起离开机场。他已经告知了陈泽凯要回燕京，今晚在叶家住，所以陈泽凯早已经在机场等候多时。飞机落地燕京，为了塔瓦纳的隐私，机场特地安排了远机位停机。此时2辆贵宾车已经在此等候，一辆接叶晨，一辆接塔瓦纳。叶晨与塔瓦纳一起走下飞机，陈泽凯已经在车外站立等候。叶晨便对塔瓦纳说，你这2天先好好休息，备战演出。顾小姐那边如果有确认的消息，我会告诉你的。好的，叶先生。塔瓦纳恭敬地点头，目送叶晨坐上车，自己才上了另一辆。车里，陈泽凯有些惊讶地问，少爷，您怎么跟这位塔瓦纳一起来燕京了？叶晨笑道，我现在是他的风水顾问，刚好他来燕京开演唱会，我也趁这个机会过来看看。陈泽凯点点头，说，老爷在家里等着您呢。好，叶晨点头，先去看看爷爷。叶晨与叶家老爷子分别并不久，前段时间长鹰汽车的发布会，老爷子就去了金陵。不过对叶晨来说，既然自己已经跟老爷子冰释前嫌，那回到燕京的第一件事情肯定是到家里探望他。就在叶晨乘车返回叶家的时候，塔瓦纳和他的团队成员碰头，一众人前往此次下榻的燕京白金汉宫酒店。叶晨抵达叶家老宅时，老爷子已经等候多时。见到叶晨，他快步上前，笑着说道，晨儿，怎么忽然说要回来就回来了？叶晨叫了声爷爷，跟他解释了一下大概情况。老爷子这才恍然大悟，感叹道，晨儿，你总是这样，用各种由头来跟萧姑娘解释也不合适，你就没想过找一个合适的契机，把事情的原委告诉他吗？叶晨摇头道，暂时还没有想过。初然的脾气跟一般女孩子不一样，外柔内刚，她不嫌我穷，也不嫌我没本事，但是最怕被人欺骗，我如果跟她说了这些情况，她不会原谅我的。叶中全微笑道，这只是你的一厢情愿，感情比什么都重要，她看重的是你这个人，而不是你贫穷或者富有。爷爷只是觉得现在年纪越来越大了，看着你能早日回归正常的家庭生活，跟萧姑娘开诚布公地聊清楚，2人不要有任何芥蒂，然后再生2个孩子。叶晨感叹道，爷爷，我考虑的不只是突然的性格这么简单，还有整件事情背后的隐患。叶中全拉着他在客厅坐下，关切地问，你是还在担心破亲会那边吗？不只是破亲会。叶晨道。叶中全道，你如果愿意的话，可以详细跟我说一说，咱爷俩好好聊聊。哎，叶晨叹气道，先不说破亲会的事情，我岳父岳母的为人和秉性，爷爷您应该有所耳闻。叶中全点点头，感叹，那是早有耳闻啊，尤其你那个丈母娘，确实是人中龙凤。你小姑娇生惯养这么多年，只在2个人手底下吃过亏，一个是你，一个就是你丈母娘。叶晨面露担忧地说，我不跟初然说实话，跟他们2人也有很大的关系。初然是个非常孝顺的女孩，如果我把事情告诉初然，她大概率也会告诉她的父母，而我的岳父岳母又都不是省油的灯，如果他俩知道我的背景这般强大，怕是尾巴都要翘到天上去了，万一到时再弄得人尽皆知，反而会坏了我的大事。有道理。叶中全沉思片刻，认真点了点头。马兰和萧长坤都是十足的不稳定因素，而且这2个人发起疯来，那也是什么都不管不顾，尤其马兰。想到这里，叶中全也有些惆怅，感叹，晨儿啊，叶家到你爸爸那一辈，只有你爸爸这一个栋梁之才，到了你这一辈，也只有你这一个，到了下一辈，我相信也只有你才能生得出一个像你和你爸一样优秀的后代，所以你不能一直不把子嗣的事情当回事儿。不管你短时间内要不要跟萧姑娘坦白，你都要把要孩子的事情放在第一位。叶晨点点头，爷爷说的有道理，我会慎重考虑这件事情的。
不过我还是觉得，现在要孩子言之过早。吴飞燕那边大仇未报，我现在要孩子，万一哪天我不敌吴飞燕，也像我父亲那样死于不测，那我的儿子怎么办？我是不是也要把我的儿子藏起来，等他长大了替我报仇呢？叶忠全久久未语，眼眶已然有些红润，迟疑许久，他才娓娓道：前些天我和严忠见了一面。叶晨知道爷爷说的严忠便是顾秋怡的父亲顾延忠顾叔叔，于是他问：您跟顾叔叔聊什么了？叶忠全感慨道：严忠说囡囡要退出娱乐圈了，他打算退出之后什么都不做，一心守在父母身边。说到这，他停顿片刻，一双苍老的眼睛盯着叶晨，认真道：等你。连起来听，便是一直守在父母身边等你。等我。叶晨忽然想起顾延忠的3年之约，他说等自己3年来处理婚姻问题，3年之后让自己迎娶顾秋怡进门。当时自己未置可否，毕竟那是自己父母定下的婚约，顾延忠又是父亲最好的兄弟，自己怎能当他的面直接拒绝？可日子总是一天天往后走，3年过去，说快也快。叶忠全见叶晨不说话，便继续道：严忠也很为你的下一代担心，他是你父亲的好兄弟，心系你们父子这一条血脉。叶晨总觉得爷爷话中有话，便道：爷爷，您想说什么就直说吧，不必绕来绕去，这里只有咱们祖孙俩，也没其他外人在了。叶忠全点点头，一字一句道：严忠的意思是你可以暂时不迎娶囡囡进门，但他希望囡囡能先有你的骨肉为你传宗接代。这怎么行？叶晨情急之下站起身来，断然拒绝道：我一不能给囡囡名分，二不能把孩子坦然带在身边，这无论如何都不合适。你糊涂！叶忠全难得在叶晨面前动怒，严厉地说：顾家是有头有脸的大家族，囡囡本身就是顾家独女，更是华人里最有名气的歌星，说她是亿万人瞩目的公主都不为过。如此高傲的女生，你顾叔叔愿意让她未婚先孕，悄悄给你生养后代，你还好意思推三阻四？你让你顾叔叔的脸往哪放？说着，叶忠全又道：我告诉你，这可不是你顾叔叔一个人的想法，这是你顾叔叔一家3口高度统一的想法。